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今天我们要来开箱《鬼灭之刃》里面角色霞柱石头无一郎的轮刀。但在我们开始开箱之前，不晓得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已经观赏过《鬼灭之刃》呢？如果你还没看过《鬼灭之刃》，那我相信你一定也曾经在今年的各大报章媒体杂志里面看过《鬼灭之刃》这4个字。如果你还没看过，我强烈的推荐你可以去观赏。现在在台湾非常方便，你只要到巴哈姆特动画风就可以免费收看目前所有的集数，除了电影院版本以外，这一系列由我们的知名的动画厂家优辐社操刀，绝无人场。再次，我真的十分推荐还没看过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开始看。在台湾巴哈姆特动画风就可以直接收看全集。看漫画的话，直接上 Google Play 或是电子书网站，一集几十块钱而已。我们现在开始开箱我们的日轮刀。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想要看到更多的朋友，也别忘了按个订阅。如果你忘记按的话，我会继续出片，总有一天等到你。那我现在开始开箱霞柱石头无一郎的日轮刀。那先快速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外箱的部分。霞柱石头无一郎在鬼杀队里面是年纪最小的，年仅14岁，并且我们可以在英柱宇随田园谈话中提到说，有一位柱他在加入鬼杀队成为剑士2个月，他就当上了这个柱。提到这位角色就是石头无一郎。那石头无一郎在过去与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哥哥石头有一郎一同生活在深山中。那他们一家是砍柴为生，类似炭治郎他们家的情况。有一天，他们的妈妈因为操劳过度倒下，然后因为久病不愈变成肺炎，非常严重。爸爸为了去寻求药草，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中出门，可惜结果是妈妈因为这个肺炎过世，爸爸因为去采草药，在这个狂风暴雨中失足坠落，双双去世。在石头无一郎跟石头有一郎10岁的时候，从此他们兄弟俩就相依为命，2个10岁、11岁的小孩。爸妈过世之后，石头无一郎就感觉到哥哥石头有一郎对他变得态度非常恶劣，但这其中的原因只是因为石头有一郎他希望可以照顾他的弟弟无一郎，并且因为他自己也只是一个小孩，所以为了应付这个生活中的这么大的变化，他已经精疲力竭，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展现出一个好的态度。在他们11岁的那一年春天，鬼杀队主公大人的妻子天鹰大人来拜访他们，并且告诉石头有一郎跟无一郎说，他们是鬼杀队初始呼吸剑士的后代，代表他们有一个非常强韧的血统。那天鹰希望他们可以加入鬼杀队，一同为了这个消灭无惨的目标而努力。无一郎一开始听到这个提议，他非常兴奋，因为他觉得他终于可以对这个世界做出一点贡献，可以去帮助其他人。但是有一郎态度却完全不一样，不但就是直接呵斥无一郎，并且他把天鹰赶走。无一郎问到有一郎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时候，有一郎他可能也是因为失去爸妈，他无法从那个创伤里面走出来。他就告诉无一郎，他说我们2个只是一个小孩，我们能做到什么事情？就跟我们的爸妈一样，他们也是一事无成。他说他已经劝过妈妈不要这么拼命的工作，也劝过爸爸不要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中出去。但有一郎2边都没有成功，爸爸跟妈妈都双双去世，这带给他这个身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伤。他觉得他是有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但即便在这种身心俱疲的情况下，石头有一郎他还是希望可以保护他的弟弟石头无一郎，因为他知道，当他加入鬼杀队，他要去杀鬼的时候，你不只是杀鬼而已，你也有可能被鬼杀掉。你去战斗，你有可能受到伤害。这是不变的道理。石头有一郎为了保护他弟弟，所以他断然拒绝这个天鹰大人的提议。但天鹰还是一直来拜访他们。每次天鹰来的时候，石头有一郎都会把他赶走。这导致无一郎对他哥哥非常生气，他们那天就吵了架。虽然兄弟吵了起来，有一郎还是在做晚餐的时候，还是准备了无一郎最喜欢吃的炖萝卜拌酱。如果你仔细看，可以看到那天晚上石头有一郎他正在一边吵架一边炖萝卜。
时间快转到一个夏天的晚上，有一郎跟无一郎他们把门开着通风睡觉，但是却两个人都睡不着。于是无一郎就起身去灶台旁边喝口水，没想到当他喝完水之后，却突然发现门口的地方出现一位高大的男性。他还没反应过来，原来那是一只鬼。那只鬼很快就出手，原本还躺着的有一郎立刻反应过来，他起身冲过去把无一郎推开，结果他反而被这个鬼的攻击波及到，失去了一只手臂。无一郎这时候赶快把有一郎拉着躲到角落，这时候鬼就逼近了上来，让这个无一郎他失去了他的理智。当无一郎恢复理智醒来之后，他发现他已经在屋子外头，并且把那个鬼打得稀巴烂，甚至用石头把他头砸扁。但即便如此，这个鬼还是没有消失，直到这个黎明到达，太阳出来之后，这鬼灰飞烟灭，消失无踪在这世界上。这时候肾上腺素的效果退去，无一郎感觉全身乏力，他想要赶快回去屋子里面看他的哥哥有一郎。短短几米的路程，感觉好像一辈子这么长。终于，无一郎回到这个房子，他发现他的哥哥已经失血过多，意识不清了。但他哥哥最后的遗言是希望神佛可以保佑他的弟弟无一郎。因为有一郎知道他的弟弟是一个好小孩，他也并没有讨厌他的弟弟，他只是作为一个11岁的小孩，已经承受太多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他的双亲的去世，他必须要扛起这个重担，扛起家计，甚至煮饭，所有的事情都让有一郎身心俱疲，他没有办法再有余裕去对其他人展现一个好的态度。他原本用无一郎的名字做嘲讽，比如说无一郎的无是没有意义的、无意义的无，说无一郎的无是无力的无。但他最后他知道他的弟弟是有能力的，是他阻止了他弟弟去帮助其他人。他说他知道无一郎的无是无限的无。到了定期造访的时间，天鹰带着他的儿女把无一郎救了起来，带回这个鬼杀队的根据地。当他醒来之后，他马上就开始拿着木刀锻炼。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记忆，他已经不记得他的哥哥有一郎，也不记得他的爸爸妈妈，只剩下肌肉记忆跟他满腔的怒火。直到我们到这个诸河会议篇，看到无一郎在这个会议上面发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有这个记忆障碍的情况，就是当一个人受到这个重大的创伤，他没办法走出来，他的生理机制会保护他，把这段记忆给遮掩起来，但同时会导致他的这个短期记忆的缺失，所以无一郎才会在这个会议上发呆，因为他知道他待会就会忘记这个会议上面发生的事情。终于直到刀匠村篇的时候，无一郎他从这个鬼门关走了一回，终于回想起来他这些回忆，并且开文跟这个上泉作战。同时，我觉得这段故事也在呼应着鳄鱼老师一直以来的中心思想，贯穿整篇《鬼灭之刃》，人是要互相帮助的。如果没有刀匠村的刀匠替这个石头无一郎准备好新的刀子，无一郎手上刀子被打断之后，也没有办法反击。如果无一郎没有先去帮助小铁，他也不会拿到新的刀子，他可能就会在去找拜天国途中被击落。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无一郎他是为了过了幸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过了幸福这件事情，并不代表说他需要活得长长久久。虽然他的家人、他的哥哥有一郎都希望他可以不需要去面对这些可怕的事情，跟那些鬼战斗，他希望无一郎可以逃跑。但无一郎也说，他在跟这些鬼杀队的同伴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他也不可能放下他的同伴去逃跑。他才14岁，他已经做好这个决心，即便无一郎的身体告诉他不要去战斗，他还是用他的精神力去把它压制下来，并且去面对。无限城电影版善意的师兄快月，作为一个对比，当快月碰到这个上弦一黑死魔的时候，他是直接弃械投降。反过来，无一郎作为一个对比，即便他知道他可能会输，他还是决定去作战，甚至为了他的同伴寻找一丝机会而奉献出他的生命。对我来说，这个无一郎是我最喜欢的角色。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刀子。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要开箱的石头武一郎日轮刀，鬼灭之刃 Proplica 的。看它正面是它的这个石头武一郎的宣传照，侧面是这个刀架摆出来的样子，然后加上这个石头武一郎在刀匠村的这个画面。这里是一个刀子本体的这个印刷，凸版印刷，非常漂亮。这边是刀子的这个介绍，是不是用这个1:1的比例？所以它大概是90公分全长，然后并且它是可以做这个音效的，所以说在刀柄的地方你可以放2颗电池，那你就可以做出匣子呼吸，还有这个刀剑挥舞的声音。打开上面这个盖子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有这个很明显的画面。哎呦，另外侧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细节是蛮用心的。箱子的舌侧都有印一些东西，这样。那我现在把它取出来，这是日轮刀箱子内侧的包装。打开来，你会看到我们刀子的本体哦。所以我们有2个脚架，刀子的本体，然后一个刀鞘，加上这个精美的说明书。大家看一下 ，OK。我们可以看到刀2是用这种金色4个方框的造型，这个石头武一郎他们家族的过去的血统。刀柄的部分的材料的方式是跟义勇不一样，义勇的话是比较偏向这种绳子的造型，但石头武一郎这边是比较偏向这种胶，有点胶布的感觉，布条的感觉，黑色布条。然后在尾端这边开孔的地方是它的喇叭，刀柄的前端这里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是用来发出刀剑挥舞的声音。刀柄的背面拇指的位置也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是用来发出这个匣子呼吸招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刀身上面刻有这个“恶鬼灭杀”4个字，里面用的这个是薄荷绿色，就是也是石头武一郎它的发哨的颜色哦，非常漂亮。在刀背这里一路延伸出去都是一样的颜色，然后转变到这个刀锋有一个渐层的银色。那一样，这是一把造型刀，所以它没有杀伤力，在刀锋的部分，但一样它的尖端的地方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挥舞的时候，有可能会这个伤到。刀柄的部分也是用了同色，类似这种薄荷绿，在这个中间做点缀。刀2的这个金色真的是配合这个薄荷绿，真的是非常好看。刀身在这个光线下面真的是反射非常的美丽。那全长因为武一郎的身高比较矮的关系，所以它全长相比这个义勇的刀是少了一点，所以它大概是90公分。
刀鞘的造型哦，是用这个银色配上这个灰黑色雾面黑的造型。我们看到离口这边也是用银色，跟义勇的造型是有一个对照。义勇的刀鞘的离口这边这个尾巴的地方是用金色的造型。收起来的话是像这样子，那跟义勇的刀子是一样的，它这个离口跟这个刀并没有办法完全密合，所以当我们倾斜的时候，它是会滑出来的。看，像这样。那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它的展示架的支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中间这边是中空的、这边是中空的，两边都一样。然后这是它的底座，所以它一共给你2只，那我们把它组合起来看看。所以展示架一只组合起来会像这个样子。你上面的缺口这边就可以放这个刀的本体，那下面可以放刀鞘，组合的非常的简单哦，就是这样子对上去。那我现在试着把它摆起来看一看。OK， 所以这个刀架加上刀子摆起来会像这样子。我现在发现它的这个刀架的缺口面啊，它是这样朝外的，你才可以摆出正面的方式。看到吗？这样才有办法摆出跟这个封面一样的这个正面的模式。所以，如果你想要真的摆得好看的话，你可能需要真的拿一块黑布把这个刀架给罩起来，避免露出这些缺口的地方。当然，无论如何这样子摆起来的话，还是蛮美丽的。我另外还有注意到一点，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武一郎他的年纪的关系哦，他的刀身的部分是做的会比较细长，跟水柱福冈勇的日本刀比起来，他的刀身是比较细长的样子。那可能是因为对他的这个年纪的关系，他肌力没有完全的成长出来。我非常喜欢这把刀。那今天的开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下次再见。